佩斯科夫承认俄军损失惨重，拉夫罗夫称俄乌谈判变脸，俄军或提前结束战争。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生。近日，俄军在乌克兰的作战任务发生了改变，要集中力量解决顿巴斯地区的乌军精锐，这意味着一场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即将展开。在马里乌波尔战争结束后乌军在乌东地区仍然有7万人的生力军。对于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表现，还有俄军何时停止在乌克兰的作战任务，中国国内现在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但是从最近的相关情况来看，俄罗斯方面的策略可能还要改变。自从俄罗斯军队主动从基辅方向撤出以后，乌克兰方面的心态就变了。泽连斯基翻脸称，仍在考虑要加入北约。乌克兰人不会接受除了胜利之外的任何结果，甚至放话说准备再牺牲6至7万人的军人。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4月7号表示，乌克兰提交了新的协议草案，与乌方此前在伊斯坦布尔所提交的方案相比，有多处后退。乌克兰方面谈而不决，体现了其真实的想法，就是想拖延乃至彻底破坏谈判进程。按照俄方的说法，从基辅撤军是为了创造有利的和谈环境。但是由于乌军在乌东地区还没有打出比较明显的优势，再加上布查惨案出现后所面临的国际上的舆论压力，俄乌战争的局面正在改变。那么俄罗斯军队会不会提前结束在乌克兰的作战行动呢？我们从俄罗斯总统政府发言人佩斯科夫的发言中或许能够看出端倪。佩斯科夫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采访时称，俄军在乌东的冲突中遭受重大损失，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旨在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因为这有可能会引发拥核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第3次世界大战。他还说俄罗斯希望在不远的将来通过谈判或者军事手段完成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要注意的是，佩斯科夫首次承认我们的军队遭受了重大损失，如果不是口误，那么情况确实有些不妙。佩斯科夫随后称俄罗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通过谈判或军事手段完成在乌克兰的特别行动，希望在未来几天，在可预见的未来，行动能够达成其目标，或者我们将通过俄乌谈判来完成它。在此我们有几点需要特别关注。一是佩斯科夫提到了俄军此次行动的主要目标是让乌克兰不要加入北约，这个目标乌克兰方面实际上已经答应了，也就是说俄军撤军的条件已经基本达成。第二，俄罗斯首次承认军队遭到重大损失，俄方希望尽快结束特别军事行动，而且时间越快越好。之前就有消息称，俄罗斯方面将在5月9日按期进行胜利日大阅兵，而俄军有可能在此之前结束在乌克兰的战斗。那么如果俄军尽快摆脱乌克兰的战争泥潭，未来可能会怎么做呢？第一种可能是按照自己的规划实施撤军，把俄乌战争变成一场代理人之间的战争。俄罗斯可能在无法与乌克兰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宣布已经完成特别军事行动，并主动从乌克兰撤军，然后俄罗斯可能会把以乌克兰军队的作战任务交给顿巴斯地区的2个共和国的亲俄武装，让这场战争长期化，而且变成代理人之间的战争，然后再慢慢的和乌克兰谈判，最终达成和平协议。那么第二种可能，俄军在完成对顿巴斯地区的乌军主力决战的任务后，现在来看要想完成这项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甚至不大可能在5月9日之前对乌军的重兵集团完成围歼。也就是说，俄军仍然需要为此付出较大的代价，甚至要打上好几个月，这有可能会面临乌军的长期游击战和城市巷战。这种方式也可以理解为俄军亲自下场，与乌克兰军队打一场西方的代理人战争。当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
再把后续的一些作战任务交给亲俄武装来执行。第三种可能，俄罗斯通过灵活的谈判技巧，与乌克兰达成初步的协议后撤出。为了结束战争，俄罗斯在顿巴斯两个共和国独立的问题上有可能做出让步，比如说高度自治，要求乌方放弃在顿巴斯地区使用武力等等。不管采取哪种方式，按照现在的战争发展情况看，俄罗斯军队降低此次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目标，可能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如果现在就收手，俄罗斯在军事上不算输，在反制裁的问题上也没有输，而且呢，还终结了北约东扩的势头。我们相信俄罗斯一定会根据战场态势来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当然，我们更希望和平尽早到来。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